近日，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预计在5年内进行首飞。那么这3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将重点发展哪些能力呢？英国最终又为何选择与日本合作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GCAP 项目是将英国先前提出的暴风雨未来空战系统与日本曾试图研制的 FX 星神战机合二为一。据3国宣称， GCAP 计划将充分融合这3个合作伙伴的先进技术，以此前的暴风战机作为基础。那么3国联合研制的 GCAP 项目究竟有何特点呢？咱们接着往下看。目前学术界对于6代机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纳为6超，即超扁平外形、超声速巡航、超常规机动、超远程打击、超维度物联和超预界控制。这6个维度基本可以概括当前甚至是未来6代机的设计思路。从此前英国的暴风战机来看，往后的战机还会基本是按照这6个维度设计的，并且其中个别设计英国已经达标。首先在速度方面，大家都知道5代机的标准巡航速度在 1.5 马赫左右， GCAP 战机要想跨入6代战机的大门，其巡航速度最少要达到 2.5 马赫，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呢。要想实现这一巡航速度，战机除了要保证气动外形之外，同时还需要有强悍的发动机技术，其中后者对于英国而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国内的罗罗公司就是当今世界3大航发生产商巨头之一。据悉，英国在此前暴风战机项目中就打算采用 F136 变循环发动机。变循环发动机在亚音速、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状态下都具有良好的性能。相较于现在的发动机，它更加先进，燃油效率更高，可使战斗机以更长的时间进行超音速巡航，显著扩大飞机航程和作战半径。其次，按照英国此前对于暴风战机的要求， GCAP 战机还要实现载人或不载人飞行，并能够控制由若干架更小型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群。它不仅可以像普通战斗机那样在前方冲锋陷阵，也可以作为网络节点和担负空中指挥任务。这个改变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飞机的性能、飞行员的驾驶效率以及飞机整体的安全性，这也是该项目研究的最主要目标之一。在火力方面，英国也表示，下一代战机将会出现革命性的改变，它将携带高超音速武器和轻型激光武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GCAP 战机上面是没有传统仪表盘存在的，就连一系列的显示设备也会被革除。早在2020年，英国 BAE 系统公司网站就刊登了一篇关于暴风战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暴风战机将采用可穿戴驾驶舱，同时基于可穿戴驾驶舱来优化武器系统、一系列态势感知、数据管理、自制系统等多个技术领域。其中这个可穿戴驾驶舱说白了就是虚拟头盔。同时英国还打算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飞行员在驾驶时就像是在看 3D 电影一般，具备优异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其操作也十分简便。这个改变能够极大程度提高飞行员的驾驶效率以及飞机整体的安全性，符合未来座椅显示系统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这一点，想要实现也有着不小的难度。对于目前传统的技术而言，这种未来显示系统对算力的要求很高，因此无论是出于资金还是技术而言，与其他国家合作研发才是英国最佳的选择。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一成不变。在英国和日本达成合作之前，欧洲研制6代机有2个阵营，一个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暴风6代机项目，另一个是法德、西班牙3国联合研制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对于战斗机而言，其做不到像民用客机一样研发制造与市场认证领域的高度统一化，因此在开发过程中，欧洲各国分歧很大，导致多个跨国合作的战斗机项目进展缓慢，有的项目甚至夭折。以欧洲联合战斗机项目为例，享誉欧洲的台风和阵风战机原本都是该项目的产物。当时英法为争夺项目主导权而分道扬镳，最终由英德等国合作研制了台风，法国则跳出来单干研制出阵风。虽然2款战斗机并行研制，最终却都没有达到各国预期的效果。这次的分开也让欧洲各国遭受损失。如今在欧洲研制6代机项目中，我们也可以将法国牵头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看作是阵风战斗机的延续，英国此前领先的暴风6代机项目则是台风战斗机的继承。英国宣称，暴风6代机拥有超音速巡航、超强隐身、超强战场态势感知等性能，可以实现有人和无人2种驾驶模式的切换，在机载航电设备上实现了革命性创新。但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英国的暴风战机恐怕很难达到他们所说的要求的。就隐身能力而言，暴风并没有采用6代机典型气动特征的无尾布局，依旧采用了巨大尾翼。进气道也和 F-35战斗机十分相似，
虽然暴风号称隐身效果比美国 F-22战斗机更胜一筹，但身上依旧有5代机的影子，总体布局也看不出有什么时代进步。这是因为英国本身缺乏5代机研制经验而导致的。因此，出于对制造成本和研发周期的原因，使得英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联合。其中研发鹰式战机的瑞典本是英国心中最佳的合作伙伴，但由于该国对于技术出口的限制非常严格，使得英国最终不得不与这位老朋友分手。那么，为什么英国最终选择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呢？这里大兵认为相较于美国，日本或许在共同研发战机问题上会更有合作诚意，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就像是此前英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研发台风战机一样。而且目前对于美国而言，它的6代机项目也刚起步，并没有与他国分享研发成果的意愿，因此日本就成了更好的选择。在今年7月，英国和日本宣布计划将两国主导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暴风和 FX 星神合并，并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此前日本也表示，新一代战机将彻底摒弃显示器，执行飞行任务时，飞行员依靠头盔虚拟现实技术获取空情信息和接收任务指令。同时，日本本身的研发实力也是英国看重的另一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成功推出 F-2战斗机，该机采用复合材料，有着不错的隐身性能。有了现代战斗机研制经验以后，日本开始向5代机研制目标进发。从2000年开始，日本就布局了20余项战斗机关键技术研发项目，涵盖总体、气动、结构、动力、机电、航电、武器等领域。在发动机方面，日本为5代机 F-3加装了2台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而机身材料则采用了高强度碳纤维复合材料。同时，日本还将弹仓设计为 F-2战斗机的 1.5 倍，可以看出日本为研制5代机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由于受制于隐身、发动机等技术问题难以突破，日本的5代机项目并不顺利。纵使投入重金， F-3战斗机也迟迟没有上线。不过，虽然 F-3战斗机未曾面世，但日本也掌握了一些5代机研制技术，这为日本研制下一代战斗机埋下了伏笔。到2020年10月，日本选定三菱重工公司作为新一代战斗机的主要承包商，这标志着日本已正式启动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日本防卫省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与该公司一起稳步推进下一代战斗机 FX 的研发，同时日本还将会选择一个海外伙伴展开技术合作。而此时的英国也走在探索6代机。面对具备有一定航空工业基础的日本，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2021年，英日两国宣布投入2亿英镑，合作研制下一代战斗机发动机。今年2月，英日两国又启动名为美洲豹的先进机载雷达项目。而除了日本之外，最后一个合作队友意大利也有着研制军用航空装备、舰船装备、电子战装备的技术实力，在航空航天、雷达和光电传感器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已成为 F-35战斗机最重要的海外总装中心，不仅可以承担 F-35的制造，还可以独立完成战斗机的维护、修理和升级等后续工作。这个经验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强强联合之下，外界都十分看好这个联盟。有日本官员称，日本计划在2035年部署100架上述新型战机，以接替计划于同年开始退役的老化的 F-2战机。而对于此前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英国和意大利来说，这款新型战机将取代两国总计240架欧洲战斗机。此外，日本官员称，日本还在考虑将这种新型战机出口到其他国家。相信看过大兵此前关于法国6代机视频的朋友也注意到，这几个国家对于6代战机的性能和研发节点描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技术趋同的趋势。在整机设计上，各国普遍强调战机的高机动性能、全频谱隐身性能等，这要求使得整机制造需使用先进制造、先进材料技术等，比如增材制造、超材料、柔性蒙皮、新一代航空复合材料，甚至记忆金属等等。而在重要的分系统上，6代机又普遍强调需使用新一代大推力航空发动机、先进态势感知、综合射频系统、先进战术数据链、先进航空武器，不仅可以实现指挥无人机作战，甚至其机体本身都可以在有人和无人之间切换。在战机预定承担的任务类型上，美国以及法英两个集团的战机项目也不约而同的都强调了遂行穿透式制空作战使命的能力，也就是深入假想敌的防区制空，依靠战机火力杀伤区实施攻势制空。而以上6代机所预定具备全频谱隐身、高态势感知、全频谱电子战等性能，也是为了6代机遂行穿透式制空作战的技术保证。最后，在研发时间点上，这3个国家集团普遍将6代战斗机的首飞时限定在2030年前，而在投入使用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限则定在2035年前。
这些6代机的技术特征，不过想要在未来5年之内实现6代机首飞，难度依然很大。期间，三国面临多重难题，首先就是研发战机的天价预算。此前就有报道称，英国的暴风6代机项目要想如期完成，需要投入数十亿英镑。但近些年，英意日三国经济并不理想，如此高额的资金支出，即便是多国合作，怕也是要大出血才行。而且，作为主导国家的英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在400亿英镑左右，而在未来10年，航空作战预算仅为180亿英镑。由于预算问题，已经迫使英国削减了 F-35战机的采购量。当时英国方面虽然号称要将这笔钱投入到6代机的研制，但是到了2021年，暴风项目只获得了2.5亿英镑，比之前预计的3.7亿英镑减少了32%。要知道，英国为暴风的投入预计只有20亿英镑左右，结果项目刚刚开展就已经开始缩减预算了。即便是如今，日本和意大利也会投入一定的资金，但这对于6代机的研发而言，这无疑是不太够的。而且战机的代差并没有那么容易跨越。战斗机的每一代研发虽然都是对上一代战机的突破，但也同时是继承关系。所以从航空工业发展的角度上说，想要跨代研发战机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相比上一代战机，新一代飞机都有针对性的改造，这对于英意日三国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三国联合研发6代机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